大家好，这节课呀，我们开始讲讲这个牡丹的画法。那牡丹的话呢，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花卉种类。那么我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牡丹大家都比较喜欢画牡丹啊，然后呢，好多人也都在自学啊，好多人之前也都画过，但是呢，好多情况下我发现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自己画不了那么灵活啊，画出来啊感觉不好看，不灵动啊，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啊，想要画好，对吧？想要这个画好一个花卉，那么首先呢就要了解它的结构特点，只有了解了结构特点之后呢，再去画，再去用笔去画，再去用毛笔去画啊，才能呢画出它的这种神采感啊，才能呢画的时候啊才能更加随意一点啊，才能更加自然一点。咱们学习嘛，学习画画啊，就是要有方法、有规律的去学啊，不要去死临摹、死学习。那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和规律啊，就是课上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这个学习牡丹啊，它的一些方法啊，以及呢规律性。首先啊，我们先来学一下这个牡丹花头啊，先来研究一下这个牡丹花头它长什么样子的啊，它怎么长的啊，它有哪些特点？那么分析完之后呢，再去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就会就会事半功倍，就会事半功倍。然后如果说不了解结构，直接去临摹啊，直接去用笔水墨的方式去画，那往往呢就是做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呢得到的回报，对吧？最后我们出现的效果，效果甚微啊，效果不好看。那么来给大家领着大家来研究一下这个牡丹啊，牡丹花它的结构性。那讲牡丹花，我们又先讲叶子啊，花朵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叶子相对来说啊是难的啊。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入手。至于笔墨方面呢，牡丹的用笔用墨方面啊，我就不再赘述了。你像我们的，对吧？这个前面的课程当中，用笔用墨的规律性啊，那么同样适用于牡丹。再有一点呢，就是说牡丹呀，也有一些单独的用笔用墨规律那么咱们画到写意手法的时候呢，咱们到时候啊再去讲。那么咱们先来研究牡丹花牡丹花朵它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种的有很多个品种，有好多个牡丹花的品种的名字。那么大部分牡丹花都是其实那么多名字，对不对啊？咱们不是搞花卉的，不是搞那方面研究，可以不用去死记硬背那么多名字但是呢，我们要分析出它的一些结构特点，就是说大体上牡丹都有什么样子的。最常见的也就是粉色的牡丹最常见的也就是粉色的，以及这种牡丹红的这种颜色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种的，还有一些浅粉的，对吧？还有一些深红色的发黑的这种牡丹也有这种的，还有一些白牡丹还有一些白牡丹，还有一些对吧白色偏粉一点的，还有绿牡丹还有黄牡丹，还有蓝色牡丹，就是有好多好多个品种的牡丹。那么我们去研究的时候不用去各种牡丹一块儿去研究，咱们先从一种牡丹开始研究比方说先从这种，对吧？先从常见的开始研究我们平常都会见到的，先从这些地方先从我们熟悉的这些开始画，开始研究，研究完这些，我们再去加以变化。什么二乔牡丹呀，什么各种各样的牡丹呀，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都会画了。那么这种牡丹怎么画呢？它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咱们先来分析一下。画之前不要着急动笔画，你着急动笔画的话呢，往往大家有一个学画画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太着急一看到画就想画，
然后呢甚至没有看明白呢就去画，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学画画一定要先看先明白了，然后呢再去画。那比方说咱们看到一朵牡丹花或者是呢你看到一幅已经画好的牡丹花，咱们要去分析它的这个生长的有什么规律性，也就是它的结构问题。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看到一朵牡丹花之后哪个花瓣离着我们最近呢？是不是这个花瓣离着我们最近，对吧？这个花瓣离着我们最近，然后这个花瓣呢离着也挺近的，这两个花瓣最近的状态下其他的花瓣是在后边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花瓣离着最近是在最前面的，它们是没有被任何花瓣遮挡的，它们是遮挡了后面的这些花瓣，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它们是遮挡了后面这些花瓣。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要先从最前面的这个花瓣开始画，然后推着向后面去画就是先从前面先找准一个点然后呢从这一个点去扩散去完成最终的这个画面。再来观察一下，那么这个牡丹花它还有什么样的特点？比方这个这个要更加明显一点，粉色的。那背面的花瓣呢和正面的花瓣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尤其是在有光源的情况下，背面的花瓣花瓣的背面是要亮一点的，花瓣的正面呢由于受光的原因花瓣里面是稍微要暗一点的，也就是稍微更红一点，这些地方呢稍微更发白一点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细看的话有没有发现反面的由于受光的原因也和这个花朵本身的原因有关它背面本来就稍微浅那么一点点，再加上受光的原因，大家看一下这些地方是不是就是浅颜色的，那这些地方是不是就是重颜色的？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也要抓准它这个规律呀。我们通过观察真实的牡丹花，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第一呢有前有后，有前面的花瓣有后面的花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背面的花瓣比正面的花瓣颜色要浅这是我们通过观察发现的两点。那这个在我们画写意画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点。咱们再来观察一下，那花蕊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在一片很黑的很重的这样一个环境色当中凸显出来的这个凸显出来它的这个花蕊的量呢，对吧？这个是第三点在后面我们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三点。那么接下来我就领着大家咱们分析一下它的具体的结构问题它是什么样的结构呢？画的时候该怎么去画呢？刚开始学要学的要灵动一点，刚开始学的时候第一要灵动一点，第二呢要学的要细一点，就是说画的时候要偏细一点，不要一上来不要一画那你就画的很豪放对吧？你一上来你就画的很随意，那就抓不住形你抓不住形就更不要谈神的问题了呀形神兼备怎么来的呢？一定是先有形然后再有神，对不对？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用白描的手法，用这种很细致的手法，我们边画边分析它。那它这个花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反面的和正面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整朵，它没有这些很正的这些花瓣，对不对都是半个的，那么我领着大家我们先来分析正面花瓣。正面花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呢？大家来观察一下我们大家来观察一下，那这个也不是正面，也不是一个整个的，但是它是很接近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它这个正面花瓣单个的花瓣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这样的结构，中间是花心，它是这个牡丹花的外围它是有这些凹凸感的，可以发现吗？它是有这些小的凹凸感的，并不是说
啊，并不是说很圆润的一个花瓣，可以发现吗？那这些地方都是有小的凹凸感的啊，都是有小的凹凸感的，它并不是很圆润的一个花瓣啊，并不是说像梅花啊，对吧？很圆润，它牡丹花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些凹凸感的啊。单个花瓣来看的话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一些情况呀，是单个的花瓣呀，它向上翻转一点啊。咱们再找一个，咱们再找一个比较合适一点的，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就这个花瓣吧，这个花瓣，那这个花瓣啊是这样的，这个是花心啊，从这儿走过来之后，这儿啊可以发现吗？这儿啊是一个反转过来的啊，可以体会到吗？它这个花瓣呀，不再是纯正面的了，是稍微侧了一点点。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看到的呀，是牡丹的花瓣的反面，这个呢是牡丹花瓣的正面，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伸缩感，形成一个小的空间感，有前有后啊，有前有后了。那这个是侧面的花瓣，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种的啊，纯侧面的花瓣啊，纯侧面花瓣是什么样子的呢？啊，咱们再来示范一下。首先啊，就要分析它的结构啊。纯侧面花瓣啊，它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圆润一点的啊，当然有些啊也不圆润啊，也不是那么很圆润。这个时候它上面好，最终呢连接到花心的位置啊，最终连接到花心的位置。那么它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呀是一个纯反面的花瓣啊，是一个纯反面的花瓣。那纯反面的花瓣呢，就会又遇到问题，有些是稍微反一点的啊，有些呢是很反的。你像这些啊，这些是什么样子的呢？比方这个地方啊，又一个反面的，对吧？这样的啊，还有一些被遮挡的，反面的也有前有后，有被遮挡住的。所以说，这个牡丹花朵的形态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啊，牡丹花瓣的形态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最终组合成一朵花头，那这个花头的形态就更加丰富了，就更加丰富了。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啊，要抓准它的这些特点啊，有正面的，有偏侧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很侧的啊，还有很侧面的。再有呢，就是有的花瓣大，有的花瓣小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总体的规律呢？外边的花瓣普遍的都大一点，越靠近花心，花瓣呢就越小，越靠近花心，花瓣啊就越小。那这个也是一个总体的规律。那么大家把这些规律性，对吧，都抓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白描的手法去分析它啊，去画它，去示范一下。那么怎么画呢？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包括后面我们如果说再用写意的手法啊，再变成写意的手法，也会变得非常简单。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那么先用白描的手法呢来分析这个啊，来分析它，来画它。画的时候怎么画呢？先从反面的咱们开始画，先从反面的开始画。注意，中国画啊，这个画的时候呢，不要求和原画，不要求和这个牡丹画的一模一样。中国画讲究变化啊，讲究阴阳变化。那阴阳变化可以体现在哪儿呢？可以体现为前后的变化，可以体现为大小的变化，可以体现为穿插的变化，还可以体现为深浅的变化啊，可以体现出聚散的变化，可以体现出正反的变化，它是有好多变化的。那么西画啊，它是科学的眼光啊，就像照片对吧？照片一样，画出来一模一样。那中国画当然你如果说有能力，你画的一模一样，你也可以画成一模一样的。但是中国画
画不了一模一样，我们只要抓准它的这些神态啊，抓准它的这个基本的造型，找准它的基本的规律，然后呢，运用我们阴阳的这种辩证手法，然后呢，画出它这些变化出来就可以。那总体的规律，中间小啊，周围大啊，再有总体的规律，有些是反面的，有些正面的，有前面的，有后面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画，先从前面的这个花瓣开始画。大家开始练的时候，画的时候呢，这个墨色呀要调的是干湿度啊，对吧？不要调的呀，很湿，要干一点，适当的要干一点，在这个纸上呢吸一吸啊，在纸上吸一吸。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来画它，画的时候呢，先从前面这个开始画啊，前面这个。我们画的是什么呢？我们画的呀是它的一个规律性，它生长的一个规律性啊，不是在描它，而是呢在画它的规律性啊。这个是一个反面的反面的花瓣。然后我们通过观察之后呢，发现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反面的，从这儿画过来的。这边还有一个，也是反面的。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说画的时候呢，反面的都是在这一面，都是在这一块儿，对不对？那么我们画写意的时候呢，到时候啊，大家也就好理解了，为什么浅颜色的花瓣浅颜色的笔触都在前面先画浅色的，然后再画然后再画重颜色的，然后再画正面的，对不对啊？我们分析结构的时候发现呀，那它规律性就是这样。它规律性我们分析的时候也是发现浅色的反面的在前面正面的呢在后面的。所以说通过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之后呢，我们再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也是遵循这种规律性。这个地方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地方已经接近花心的位置了。还是从后面我们发现慢慢的这个花朵呢是慢慢的在朝正面去开，对不对啊？看到的正面里面的花瓣呢是越来越多的。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慢慢的这种反面的花瓣呢是露的越来越少了，有些地方还露出来一点点这个地方也是露出来反面花瓣这个地方已经露出来很少了。这样去画它，再向外走再向外走的话呢，就都是正面的花瓣了就都是正面的花瓣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反面的，再向后走，是不是就都是正面的了？这个地方就不存在反面花瓣这一说了都是正面的了。
对吧？啊，都是正面的了。然后呢，再向外走啊，再向外走，我们发现啊，正面的是越来越多，并且越向外走的话呢，大家发现这个花瓣呀也是越来越大的啊，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啊？花瓣是越来越大，中间的花瓣呢是小一点的，越向外面花瓣呢是越来越大的。这个地方啊，靠近花心的地方，还是有一个反面的。再向外走，又是反面的很少啊，这边也是慢慢的过渡啊，它都是慢慢的过渡，由这个反面的慢慢的过渡成全是正面的，这个后边，对吧？就是又都是啊正面的了。越向下走，那这些花瓣呀也就越大。它的每个花瓣啊，它的结构形态都是不是圆润的，而是呢都有一些这些豁口啊，都有一些小豁口。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画的太圆啊，它是有小豁口的。所以说，你像现在有些画家是画的切瓣的牡丹，对不对啊？切瓣牡丹为什么有切瓣那种效果出现呢？啊，正是因为这些小豁口的存在，所以才去切它啊，所以切出这些小口子来。那我们不画切瓣牡丹的，对吧？我们不用切瓣牡丹画法画的话呢，也要注意这些小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画法，那么呢，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不能画的很圆润。你用任何画法画的时候呢，你都不能画的很圆润啊，都要注意这些小的问题。再向外走，都是正面的了啊，都是正面的了。然后呢，这个从中间这个先画，画完之后呢，啊，我们是从它周围开始去推啊，开始去推。中间这一块是最浅色的啊，也是最反面的颜色最浅。然后呢，周围这些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么哪个地方最深呢？啊，这个地方是最深的，靠近花心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颜色最重的。我们通过观察真实的我们发现这个地方颜色是最重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画的时候，对吧？我们在实际画的时候呢，也是要把这个地方画成最重的才行，也要画成最重的才行，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花蕊才能显得非常突出啊。如果说这个地方颜色比较浅，那么最终它的效果呢，这个黄色花蕊就看不出来了啊，就凸显不出来了。这个地方这个花瓣后面还有一个正面的花瓣。那我们平常怎么去练习这个牡丹花的造型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练的，并且练完这些，你说练完这些就没用了吗？练完这些多可惜画的这么好，扔了怪可惜的。那么咱们画完之后是可以把它直接画成小作品的，可以直接把它完成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反面一点的花瓣还有一个反面的花瓣。再有就是勾的时候也不要怕它晕它晕一点也没事儿。画这个，然后呢，对吧？不断的去重复，不断的去重复周围这些
小的花瓣结构。那么大家再来观察一下，就是说啊，那当画到现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反面的，稍微反一点的，稍微侧一点的。那么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它这个外轮廓这个边缘，实际上呢它是不规则的，它不会像球一样画的非常圆真实的牡丹当中，它这个花瓣周围是有这些形态变化的，是有这些小豁口的，是有这些小角小豁口存在的。大家在画的时候呢，也是你不要画完之后画成一个非常像球形的一个非常圆乎乎的非常球形的那样一个结构。那我们要产生这些小豁口要有这些变化。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牡丹才丰富，才自然。如果说把这些地方都连接起来，对吧？都越画越圆越画越这个标准就不好看了。就像月亮一样，不一定是8月15的最美，有时候残缺的那个弯弯的小月亮反而更好看一点。那画画也是一样，有时候不要把画呢画的很死不要把画一下就画的很实有时候呢要寻找一种变化，残缺的美不要画的很圆就这样的。牡丹是这样，其他的也是一样的。你画其他的花鸟画的时候也是，尽量不要画成球形的。它即便再长得像球形，再长得像非常圆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圆，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尽量要找变化出来才行不要画的很圆，刻意的去找变化。这个地方还凸出来一片。还有什么呢？接下来就是它的花蕊了呀。它的花蕊中间是雌蕊也就是花朵的柱头。然后呢，周围是雄蕊。那雄蕊怎么画呢？雄蕊我们先用写意的手法来画。大家发现吗？上面雄蕊是比较胖一点的，它是有蕊丝的它是有蕊丝存在的。那么这个雄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儿的，这样的这样的。那我们画的时候呢，也这样去画就行注意它有朝向问题有些你像这个方向去看的话，侧面去看的话它有些你像背面的这些可以这样画。那从这个角度看它正面的这个可以这样画，那背面的这些怎么画呢？背面的这些是这样包起来的。所有的花蕊呢都是朝向花心的，所有的花蕊都是朝向花心去生长的。我们画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就行都要朝向花心去生长。好，那这个就是它的花蕊这个就是它的花蕊。这样的话咱们就是一朵牡丹花咱们就画好了呀，对不对？分析好了它的结构通过白描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很快速、很容易的，我们就能观察到反面的花瓣先画，正面的花瓣呢后画反面的花瓣在前面，正面的花瓣在后面反面的花瓣稍微来讲的话呢，你像这朵盛开的反面的花瓣稍微是要小一点的，少一点的。正面的花瓣呢要多一点要多一点。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呢？花瓣周围并不是圆润的并不是像荷花花瓣那样比较圆比较光滑。牡丹花瓣呢是比较柔的像布一样的感觉。有这些凹凸感，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凹凸感这些都是我们通过观察通过分析结构，然后得出来的一些内容。我们在之后呢，对吧？如何把白描变成写意画呢？如何把白描，对吧？
变得更像写意画呢？那么我们下节课呀再去讲啊，下节课再去变。大家呢在学画的时候呢不要着急啊，一点一点学，然后呢先从简单的开始画啊，先从结构开始分析，长什么样子的我们搞明白之后再去画写意，就会变得简单了。那么还有一些小花苞的形态啊，还有一些小花苞的形态。那小花苞的形态的话呢，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小花苞的形态啊，就是一个花瓣到2个花瓣，然后把它包起来啊。你像这个是一个半开的啊，半开的，大家也可以去按我们课上讲的这个呢去分析一下啊。你们去找一个半开的啊小花苞的形态，然后半开的形态，哎，各种各样的都去分析它一下啊。那么小花苞咱们画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是有小花托的。当大家白描运用的很熟练之后呢，大家呀也可以不按照这些图片啊，然后呢，也可以自己去画。但是这个阶段呀，我来和大家说一下，好多同学很着急，学画呢有点着急，然后呢，往往没有经过很多的写生阶段啊，没有经过很仔细的观察，然后直接就这样自己乱画。那直接自己乱画就会导致一个问题，那你结构没有掌握清楚，还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明了的时候，那你就这样去画的话呢，就容易画坏，就容易画乱啊。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个牡丹，所以说呢，我这样画啊，哎，一画大家就能看出来，哎，这就是牡丹呀，对吧？没错呀。那大家呢需要怎么去练呢？大家需要怎么去练呢？大家练的时候啊，一定要找到一张真实的牡丹图片，或者是呢，真正的去牡丹花园啊，去写生。那个时候啊，大家在写上这么几天啊，1个星期，对吧？然后你再去用白描的手法在画的时候啊，就会像我这样画的很自然，画的很随意啊。包括我们这个是写生的这个牡丹花头，对不对啊？丢掉画稿，我们也是一样可以画出来的。抓准它的规律性，再去画，画什么像什么，就这样。好，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里啊。结构分析啊，长什么样子，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至于它的叶子问题呢，叶子问题我们会单独去讲，因为叶子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啊，比花啊要难得多。好，这节课呢，给大家进行一下这个白描上色处理。那么这节课呀是不需要大家练习的啊，是不需要大家跟着画的。我们主要是呢，给这个牡丹啊它的一个颜色呢进行一下分析，进行一下这个解析。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这个画的最终效果啊。大家呢可以这节课呀主要是听其中的规律，听其中的方法，然后呢，这节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会连接到我们之后的课程，就是说之后的这个课程怎么上色，然后呢是由这个白描上色，然后呢去过渡过去的，所以说这节课呀并不需要大家去花大把的时间去练听一听，明白这节课我所要理解的这个意思就可以了明白咱们这节课呀所要学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正面花瓣呀、反面花瓣呀，这个颜色呀是不一样的，把这个问题理解清楚了，那么就可以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白描分析结构，以及呢后面的用小写意用双钩，然后呢用这个写意手法，对吧？把重点的练习对象放在第一以及呢后面的课程当中。这节课我们来对这个上节课呀我们画的这个呢对它进行一下上色处理。那么上色的话呢，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变化，反面的浅一点，那正面的呢重一点。我们根据这个变化来对它进行一下上色。
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后面啊一个学习，产生一个更直观的这样一个影响，会看得更直观一些，对吧？那当然，把它上完色之后呢，它就是一朵很漂亮的牡丹花头啊，把它裁成一个小块儿，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牡丹花头。那用到什么颜色呢？我们上色的话呀，是有很多种上法啊。比方说，我是用的这个牡丹红啊，我是用的这个牡丹红啊，和它这个颜色是比较接近的。哎，牡丹红，然后呢还有什么颜色呢？还有太白色。太白色呀是画浅颜色的地方，牡丹红啊是画正常颜色的地方。那深颜色的地方怎么画呢？深颜色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用到胭脂颜色。啊，这个胭脂颜色呢是在红色系列当中啊，它是最深的一个红了啊，它是这个颜色是最深色的一个红啊，所以说啊，我们画的时候呢，就要把它这种变化给它画出来啊，就要把它这个变化给它画出来。那我们可以对这个画给它进行染色。那染色的时候啊，和那个工笔画啊，大家如果说有学过工笔画，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和工笔画是不一样的啊，和工笔画是不一样的。我们写意画的染色呢，要比工笔画要更加的简单一点啊，要更加简单一点。那怎么画呢？当然啊，写意画的染色呀，也是有好多种的啊，也是有好多种染法的。那么咱们可以先调一个啊，先调一个牡丹红颜色啊，先调这个牡丹红。然后呢，调点太白色啊，调点太白色。我们先画哪儿呢？先画呀，它反面的这些花瓣啊，先画反面的这个花瓣。那这个呢，在我们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一个啊前后顺序，也是先画前面的浅色的，离着我们最近的，哎，这样染它一下。写意画染的时候啊，也不用染得很匀啊。当然你可以染匀嘛，也可以染匀，适当的可以留出一些空白出来。哎，这样很自然的这样去染它一下。因为我们是用的生宣，那生宣有什么特点呢？它是很晕的呀，啊，它是可以晕开的。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控制好这个水分，不要让它太大，当然也不要让它太小啊，让它适当的晕开一点。适当晕开一点是非常好看的，是非常漂亮的。如果说一点都不晕开，反而就不好看了。哎，把它这个反面的所有的反面的这些地方，我们都用这个淡粉色来给它画一下。啊，都用这个淡粉色来给它画一下。包括这个啊，这个呢也可以一起染，这儿还有一半。小花苞也是一样，哎，小花苞呢就可以按下笔去，把毛笔呢摁下去，然后这样画它，啊，然后这样画它。那之后呢，我们开始画哪儿呢？我们开始啊画这个正面的花瓣。那正面花瓣怎么画呢？正面花瓣呀，我们可以把这个笔上啊这个粉色给它涮干净了。啊，少留一点点太白可以，但是一定要少啊，不要留的太多。这个时候我们调一个牡丹红啊，调牡丹红。那笔尖上呢，调一点点的胭脂颜色，笔尖上调胭脂。那怎么画呢？我们先从底下啊，先从最重的这个地方开始画。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直接染上去的，是可以直接染进去的，不用留出这些花蕊，我们最后再去提它。这些和工笔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工笔画啊需要留出来，需要去染得很细。那我们写意画呢就不用，
哎，把它这个地方啊，给它染一下。笔尖上调胭脂，笔尖上颜色浓，笔肚上颜色浅。哎，我们把这个感觉给它画一下。那用笔的时候呢，笔尖呀是朝向花心的，笔肚是朝向外边的啊，笔肚是朝向外边的。哎，我们来去染它一下啊。笔尖朝向花心啊，这些浅色的反面的花瓣，靠近这些浅色的花瓣的地方啊，我们用这个笔尖去染啊，然后让它们呢产生一个前后的层次感啊，产生一个前后的变化，包括这些地方。之后呢，我们再用很深的胭脂颜色啊，再去提它，再去把这些地方啊给它压下去。那中国画是怎么样画出来的呢？它无非啊就是在寻找变化。第一呢是寻找呀，第一是在寻找形态上的变化。第二呢就是在寻找墨色上的变化。你像我们画颜色，就是在寻找哪儿呢？在寻找啊颜色上的变化。颜色要怎么样？有深有浅。颜色还要有深有浅，有些地方比较深，有些地方比较浅。因为我们是用的生宣纸，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趁着半干不干的时候啊，不要等它干了再去染。干了之后你再这样去染的话，就染不出效果来了。一定要等它趁着湿的时候。笔呀也不要按的力气太大啊，按的力气太大，这个纸就会坏掉。力气要适中，这样染它一下，把它这个前后的变化关系给它画出来啊，给它画对。那最后呢？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啊，我们再用太白色啊，再用太白色，再去提一下啊，再去提一下它的花瓣啊，反面的花瓣，再去提它一下，可以加一点点的红色也行。那怎么提呢？我们也可以找一支小一点的。从这个边缘的位置，然后呢向中心去提啊，向这个中心去提。增加它的一个变化啊，增加它的一个层次感。提的时候呢，要顺着结构啊，要顺着结构去画。要顺着结构去提。
刚用笔的时候呢，按下去，然后呢，之后再提起笔来。大家要记住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们画写意的时候呢，也是运用这个过程，也是这样去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绘画的一个过程，先画到哪儿，后画到哪儿。啊，我们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呢，也是遵循这个规律，也是遵循这个过程，然后去画。那么也是啊，就把它这个形态啊，就可以很清晰的就可以刻画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花已经有了一些啊，有了一些这个层次感的变化了啊？通过颜色的一个处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再调一个稍微重一点的啊，白色里面加上一点浅色的牡丹红啊。这个时候呢，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我们轻轻的这样扫一下。那中国画要干嘛呢？就是啊，要把它这个层次感啊给它刻画出来啊，要把它这个层次感给它刻画出来。那我们在加这个是有什么目的性呢？我们加这个就是在加它的层次感，大家发现了吗？啊，加的地方往往都是加强它的对比，这个地方很重，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很亮的颜色去提它，哎，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这样一个对比感啊。那么我们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呢，也是加强它的这种对比变化啊，你不能去减弱呀。啊，好多人画画画着画着就糊到一起去了，它就是越画越减弱啊，越画越平。那我们画的时候应该怎么画呢？我们画的时候啊，应该是越来越重才行，越来变化越多啊，变化越丰富，这样才可以。不要最后画完之后呢，画面是平平的，不好看了。哎，把这个边缘啊，我们给它处理一下。这个边缘我们处理一下。都是在找它的这种变化。那有些地方本来就是白纸，那可以不用去加。那像这些地方，我们就去加一加，啊，这些地方我们就去加一加，可以了。到这些地方，哎，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牡丹是不是就通过我们白描的手法呢？我们就用这个颜色啊，画完白描，我们就用这个颜色，然后呢，把这个白描画稿啊，我们就给上了一下颜色。那我来再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这个颜色要怎么上啊？要怎么上？先画浅色的啊，先画反面的花瓣，先画浅色的地方，然后啊，再画重色的地方，然后再画最深的地方，笔尖上调点最重的，然后再画这个地方。画完这个地方呢，我们再去提亮啊，压暗提亮。那这个时候用写意手法也是先画前面的先画浅色的背面的花瓣，然后呢再画正面的花瓣，比较重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用很深的胭脂啊，或者一些重颜色，在这个地方再去压一压。那最后呢，再去用太白色再去提一提。那我用工笔的这种小写意的手法，我们是这样画的。那我们用写意的手法去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也要这样去画啊。那么下节课呢，后面的课我会给大家用写意的手法咱们来画，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哎，这种小写意我们是这样画的。那到时候我们画那个
到时候我们画写意的手法啊，用写意手法去画的话呢，也是这样画的。大家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变种过来的，原来是这样变化过来的啊！大家想要学好一个东西，对吧？就要研究它的规律性啊，不要只停留在表象，不要只停留在怎么用笔啊，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规律，然后呢，通过它的规律性，通过它的结构性，通过它怎么长的啊，我们明白了啊，清楚了，然后再用写意手法去画，那个时候就怎么画怎么顺手啊，画什么像什么。小花苞也是一样的，小花苞也是一样的。小花苞可以这个地方太白色涂的更多一点啊。你像我们画写意，用写意手法去画的话呢，也是那前面这个小花苞就可以太白很多，然后很亮的一个部分，很亮的一个部分。那写意手法也是啊，也是这样一个用色规律的。所以说，大家想要画好写意，首先呢，就要了解它的特点特征，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学工笔画，学工笔的那种工笔啊，和这种写意的白描还不一样。工笔的白描，工笔的上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再用藤黄加太白提上这些小花蕊。提上这些小花蕊。工笔也是一样啊，大家如果说有学工笔的，也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如果你在学工笔，那么不要一味的去临摹啊，不要一味的去临摹，也要呢适当的去写生，去观察生活。因为工笔画啊，它也不是说中国画它就是这样，不是说临的越像越好，而是呢。为什么那些名作能流传下来呢？就是因为那些名作呀，那些很好看的那些画，他们是有神韵的，他们是有自然在其中的啊，他们是很自然的，是有这些大自然当中那种感受在其中的，并不是说他们功夫并不是说他们技术有多高功夫有多深最重要的就是说神韵。那神韵怎么来的呢？就是至少你要先把形，先把规律给了解了神韵其实就是当掌握规律之后当掌握这个绘画的规律之后，这个花朵生长的规律之后，然后呢再运用我们个人的一个审美，然后呢再随意的去画那个时候画出来就是既有形又有神，就形神兼备嘛，这样得来的。好，那这个就是牡丹花它的一个上色，一个白描的一个上色的过程。那么大家学一学这节课掌握好这个规律，先画浅的，再画重的，然后再去压暗的，再去提亮的，4个步骤，颜色就已经画的非常丰富了，对不对？那就非常丰富了。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写意花卉的一个画法。比方说你像有些老师他就是画小写意的，对不对？那些老师怎么画的呢？就是也是这样一个思路，先画浅的，再画重的，然后压用很重的颜色再去压一遍最重的地方，再去用亮的颜色呢，很亮的颜色再去提一下亮部，就是4个步骤就画出这种小写意感觉来了。那么下节课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说从这个白描的这种感受非常小写意的这种画法，怎么去过渡到写意的这种画法呢？下节课我们再讲。